男人慢慢将手伸到桌下，这大胆的举动让女人羞红了脸。她不顾醉酒的丈夫，光天化日之下与男人扎进了茅草屋。女人名叫妖姑，是个贫穷的农村姑娘，可她不甘于乡下的贫困生活，从小就怀揣着成都梦，一心想要嫁到大城市去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她甚至愿意给别人当姨太太。给人家当姨太太做小老婆有什么好？不嫁到成都，将来养的那个娃娃都是乡巴佬。可父母却认为婚姻得讲究门当户对，职业高攀未必能得到幸福。不久后，经媒人介绍，父母把妖姑嫁给了成都近郊天回镇杂货铺的老板蔡兴顺。蔡兴顺为人老实木讷，不解风情，人们都称他为蔡傻子。大婚这天，妖姑坐着八抬大轿，一路吹锣打鼓，风风光光的从乡下嫁到了镇上。结婚当晚，当掀开红盖头的一瞬间，看到蔡兴顺竟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，妖姑的心瞬间凉到了极点。然而一转眼，她又被人群中的罗德生所吸引。罗德生是蔡兴顺的表哥，作为天回镇的袍哥管事，他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信。其实相比起痴呆木讷的蔡兴顺，精明能干的罗德生更符合妖姑心中白马王子的形象。只可惜世事弄人，如今她却成了罗德生的嫂子。由于妖姑长得美艳动人，再加上杂货铺鱼龙混杂，婚后她总是会遭到男客人的骚扰。然而面对别人调戏妻子，软弱的蔡兴顺却选择忍气吞声，反而是一旁的罗德生主动为妖姑出头。谁在这混闹了？蔡老板是我的表弟，哪个不知道杨贵娘是我的表弟媳妇儿？谁要是敢欺负他们，就是跟我罗德生过不去。俗话说美女慕英雄，罗德生的男子汉气概深深地吸引着妖姑，他从心底开始敬佩起这位表哥。不久后，妖姑生了一个儿子，母性的光辉让妖姑看上去更有女人的韵味，垂涎她美色的人有增无减。嫂子，这是专门孝敬你的。我没这福，去孝敬你老婆吧。过往的客人也纷纷夸赞妖姑，掌柜的真是艳福不浅呐，掌柜娘都当妈了，还跟朵花似的。可蔡兴顺只是陪着傻笑。要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罗德生整天在身边晃悠，妖姑难免拿他和丈夫做对比。蔡兴顺不仅笨拙呆傻，更是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妖姑只是和洋人说了几句话，可蔡兴顺立马就不乐意了。他说妖姑沾了洋人的晦气，硬是不让他上床睡觉。妖姑来找罗德生抱怨，正好碰到罗德生正在洗澡，看着那宽阔的臂膀和强有力的身躯，妖姑不觉心里小鹿乱撞。正巧这时孩子哭闹，为试探罗德生对自己的心意，妖姑竟毫不避讳地在罗德生面前给孩子喂奶。没想到罗德生不仅没有回避，反而多看了几眼。尽管他在心里也喜欢妖姑，可他深知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，更何况妖姑还是自己的嫂子，所以最终他的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。自从那次交谈过后，罗德生每次去杂货铺，妖姑总是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，可罗德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总是刻意回避，甚至还找了个借口外出办事，这让妖姑很是失落。半年后，罗德生风风光光的回来了。妖姑听说后急忙到店门口打招呼，可没想到罗德生这次回来竟还带回来了一个名叫刘三金的漂亮女人。见刘三金整天黏在罗德生身边，妖姑很是嫉妒。因为罗德生的到来，周围男人的目光也开始从妖姑的身上转移到了刘三金的身上，这让妖姑的心理落差更大了。妖姑坐在镜子前满腹忧愁，这时刘三金来到后院，他抱着妖姑的孩子就开始逗她。妖姑见刘三金这么喜欢孩子，于是劝他也生一个，可刘三金却说自己生不了孩子。原来刘三金是罗德生从青楼赎出来的风尘女子，他们间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而至于罗德生为什么发善心，其实他是另有目的。原来罗德生看上了地主顾天成的家产，他知顾天成嗜赌又好色，于是想用美人计将顾天成的家产骗过来。这天罗德生命手下
把顾天成约到茶楼，又故意命人与刘三金在院内打闹。果然打闹声很快引起了顾天成的注意。当看到刘三金的美貌时，顾天成的口水都快流到了地上。好色的他立马中计，很快便投到了刘三金的温柔乡里。与此同时，罗德生又伪装成商人来与顾天成豪赌。尽管每次顾天成都输了不少银子，可一向嗜赌又好色的他，在刘三金的一再引诱和怂恿下，竟丝毫没意识到这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。直到最终将所有家产都输了个精光，顾天成这才如梦初醒，原来自己中了罗德生的奸计。好啊，你们串通起来套我的毛子啊！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尽管计策已经被顾天成识破，可作为天回镇的地头蛇，罗德生丝毫不觉得害怕，还命手下狠狠地打了顾天成一顿。虽然这次罗德生大获全胜，可也因此与顾天成结下了不解之仇，为后续顾天成的报复埋下了伏笔。在榨干顾天成的钱财后，刘三金也失去了价值。为此，罗德生想让刘三金离开，可在引诱顾天成期间，刘三金竟慢慢喜欢上了罗德生。然而刘三金也明白，罗德生从始至终都只将她当一个风尘女子来看待，所以即便有再多的不舍，他也只好选择离开。其实刘三金的出现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妖姑和罗德生内心的欲望。在与妖姑相处时，刘三金看出了妖姑对罗德生的羡慕，于是便暗中撮合两人，让他们决定不再压抑彼此的情感。这天，罗德生提了2条鱼到杂货铺，他想借此试探妖姑。享受不享受？我可当不起，还是做好了请三姐过来吃吧。你没这福气。你没这福气，哪个才有啊？这我以前眼睛瞎，没把人看清楚。从今往后，我有什么好东西，都拿来孝敬你一个人。看着妖姑的眼神，罗德生心里有底了。中午吃饭时，几人在一起喝了一点酒。酒过3醒后，罗德生借着酒劲说出了心中的话。他夸蔡行顺的运气真是好，竟讨了妖姑这样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。你长得好，又能干，人也精灵，真是傻子的福气啊！人家都说我比他强，其实一点都不如他。我都37岁的人了，还没有碰到一个好女人。你讨个正经人家的不就行了？你说的倒容易啊，你心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啊？要什么样的？罗德生瞥了趴在桌上的蔡行顺一眼，随后凑到妖姑耳边。跟你一样的。见妖姑没有反对，罗德生竟慢慢将手伸到桌下，捏住了妖姑的大腿。而对于罗德生的试探，妖姑显然接受了。两人彻底抛弃一切顾虑，他们跑进树林里，将激情与冲动全都洒向了大自然。之后为了偷欢，罗德生以养病为由，直接住到了蔡行顺的家里，而妖姑甚至将罗德生的床都搬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哎，说好了住外屋的，你是怎么安排的？你是来养病的，不是添病的，哪能让你睡在这儿？穿堂风，病能好吗？金娃子还小，受不住夜寒，吹坏了怎么办？让金娃子跟你睡。他还吃奶呢。我进来喂就是了，你不要关门。晚上趁孩子熟睡后，妖姑竟悄悄起床，一头扎进了罗德生的被窝。一开始两人还特意躲着蔡行顺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见蔡行顺对此冷漠不作声，两人竟明目张胆地住到了一起，甚至还当着蔡行顺的面打情骂俏。蔡行顺即便再傻，也看出了两人的奸情，可他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一心只想经营好店铺，对男女之事并无半点兴趣。他娶
娶妖姑进门，也只是把妖姑当做一个生育工具。罗德生见蔡兴顺已经识破了他和妖姑的关系，索性不再伪装，直接找到蔡兴顺摊了牌。不过他所谓的摊牌，并不是跟蔡兴顺低头认错，而是理直气壮地指责起蔡兴顺来。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我要是女人啊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罗德生说他一门心思扑在杂货铺上，完全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不怪人家妖姑会变心。蔡兴顺离不开罗德生的照拂，也对男女之事冷淡，所以就默许了两人的行为。于是三人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元宵节这天，罗德生带着妖姑到成都去看灯会，却正巧碰到顾天成带着女儿也来看灯。由于当初罗德生设计骗光了顾天成的财产，顾天成怀恨在心，他煽动当地流氓过来调戏妖姑，两伙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。没成想在混乱中，顾天成的女儿被人贩子趁乱拐走了。妻亡女散后，顾天成大病了一场，这也让他对罗德生的恨意更加强烈。为了报仇，后来在邻居钟大嫂的引荐下，顾天成加入了洋教。只可惜世事捉弄，此时正好爆发义和团运动，慈禧太后为了安抚民心，于是下令抄了洋教。结果顾天成啥好处没捞着，反被族里除民收了田地，最后落得一无所有。可与此同时，罗德生可谓是风光无限。自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，他带领手下烧了3道院的洋教堂，还打死了很多教民。这天，罗德生带着手下兄弟在店里喝酒庆祝，手下的一个小弟觊觎妖姑的美色依旧，于是趁着到厨房拿酒的机会，对着妖姑动手动脚。结果这一幕正好被罗德生发现，便宜捡到我的头上来了啊！有我够了！罗德生狠狠训斥了小弟一顿，随后将他赶了出去。可没想到小弟因此怀恨在心。此时社会局势风云变幻，不久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洋人的权力一下子又大了起来。由于顾天成曾加入过洋教，他的身份也一下水涨船高，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。这天，顾天成正好在街上碰到了罗德生的小弟，他从小弟的口中得知了罗德生曾打砸过洋教堂，两人一合计，决定告发罗德生。罗德生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与妖姑匆忙告别后便逃跑了。顾天成没有抓到罗德生，于是将怒气全都发泄在了蔡兴顺身上。蔡兴顺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妖姑也因为保护蔡兴顺被打得头破血流。最后蔡兴顺被关进了大牢，杂货铺也被充公，妖姑无处可去，只能回乡下的父母家中养伤。可顾天成心中仍充满着报仇的欲望，他想利用妖姑来找到罗德生。于是隔天，顾天成来到妖姑的父母家，假装是罗德生的好友，每天用话去套妖姑。然而一段时间下来，他不仅没有打听到罗德生的下落，反而痴狂般的爱上了妖姑。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，他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并表示只要妖姑愿意嫁给他，无论什么条件他都可以答应。这可要不得，我女婿还在呢。我女婿还在大牢里，使不得呀！怎么使不得？可以商量。父母劝妖姑千万不要答应顾天成，不然以后会被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。可没想到妖姑却站起身仰天长啸，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银子，一肥遮百丑，怕哪个？为了救蔡兴顺和罗德生，最后妖姑还是决定嫁给顾天成。可在此之前，她要与罗德生约法3章。首先是让顾天成放了在狱中的蔡兴顺，并给他300两银子重新打造杂货铺。其次是妖姑可以随时回家，也可以随时进城，顾天成不得干涉。其中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以后案子松了，罗五爷回来的话，第一，不许你再记仇；第二，和蔡兴顺一样，我要随时来往。然而面对这样苛刻的条件，顾天成竟全都答应了下来。之后成了顾少奶奶的妖姑，豪气地坐着轿子来到了衙门口。哎，干什么的？我要见你们的县太爷，告诉县太爷，马上放他爹。
电影《狂》改编自李杰仁的长篇小说《死水微澜》，在上映时几乎震撼了整个社会。它挑战了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，因此也被禁播了整整12年。电影并非简单的情爱叙事，而是一幅辛亥革命前四川社会的世俗风情画。它通过一个小乡镇的细微变化，折射出大时代来临前的动荡与变革。那些拖着辫子、裹着小脚的人们，本质上都不能算坏，却在封建文化的桎梏下，一个个走向反面，失去了人的尊严。影片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让个体爱欲痴缠与历史洪流浩荡形成奇妙的共振。罗德生的江湖义气最终敌不过洋枪洋炮，顾天成的投机簪云反成时代弄潮儿，而妖姑这个被男权世界视为附属的女子，却以她的柔弱与坚韧，在历史的诞辰处开出了不屈的花。她的狂不是歇斯底里的反抗，而是在认清命运真相后，依然选择与时代共舞的生命力。影片最终让我们认识到，人性的真相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，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个体基于深层本能做出的复杂选择。可无论现实如何设限，我们都需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在有限的棋局里走出无限的可能。